我叫王奎，家在知名的长白山腹地。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，我家的亲戚还有很多在农村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总是咳嗽，气管不好，爷爷就带我回他的老家，一个坐落在大森林里的村庄，那里有很多我家的亲戚。爷爷说蛇胆可以治疗咳嗽，我们一去，我的几个大爷和叔叔就进山抓蛇，然后回来扒蛇胆给我吃。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有一次爷爷带我去吃蛇胆时听到的。大概是1990年，我6、7岁的时候，爷爷见我吃蛇胆确实不那么咳嗽了，就又一次带我到他的老家弄蛇胆。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大山，听说山里还有黑瞎子、黑熊和东北虎呢。爷爷在那里的辈分很高，只有一个大爷爷比我爷爷资格老，那里有很多我父辈的大爷叔叔。每次去，他们对我都非常的热情，总是把他们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吃。因为那时还小，爷爷他们进山抓蛇时从不带着我。这次爷爷把我留在了大爷爷家，大爷爷已经70多岁了，身体也不那么好了。可大爷爷见我一去，不论身体多么不舒服，总是逗我开心，给我讲故事。大爷爷这次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那是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一伙猎人进山打猎和找人参。他们一行5人，一个资深的老猎人和2个中年猎人，带着年轻的大爷爷和一个叫狗剩的小伙子。他们走了一天，一个猎物都没有遇到。那时候森林的物产极其丰富，像这样一天什么都没有见到的情况太怪异了。于是那个叫黑七爷的老猎人就和他们说，看来山神爷怪咱们没有祭拜他老人家了，来拿出些贡品，咱们给山神老爷磕磕头。他们一番祭拜后，果然没走多远就猎到头野猪。这头野猪很大，5人分后扛着都挺沉。5人在往家走时，狗剩突然说听见有人喊救命，可是大爷爷和另外3人都什么也没有听到。狗剩却一口咬定他听到了，于是他循声走去，只见在一个不知哪个猎人设置的陷阱里，有一只黄皮子，又称黄鼠狼。他一下子就懵了，因为他确定那救命的呼喊声就是从这里传出的。黑七爷走近一看，就说，既然你能听见他的求救声，那就是缘分，是老天定的，你就把他救出来吧。狗剩也没有主意，见黑七爷那么说了，就把那只黄皮子救了出来。只见那只黄皮子出来后，学着人的模样跪地向狗剩拜了3拜，然后渐渐走进深山，消失在树林里。5人一路回到家，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。之后这个事情就被渐渐淡忘了。和剩过了2个月，狗剩的一个亲戚在别的村子娶媳妇，狗剩续给新人祝贺，多喝了几杯。狗剩和一些久未蒙面的亲属一直喝到傍晚，渐渐的人群都散了，狗剩也要回家。新郎就说，这都快黑天了，你还没到家就黑了。再说你喝了这么多酒，今晚就在这住下，明天再走吧。狗剩本来也想在这住一夜再走的，毕竟夜晚走山路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一听新郎说他喝了那么多酒，本来就喝得迷糊的狗剩死要面子地说，我没醉，这点酒根本不算事儿，就是再来喝这些，我也照样走回家。新郎又劝说道，你就留下吧，夜里山中野兽出没的多，再说漆黑的路也不好走，可能的酒精的作用。狗剩越听人家劝说越是逞能，还说要是出现纸老虎，他也要做一回武二郎。新郎见怎么都留不住他，就让自己的一个老大哥送狗剩。负责送狗剩的人40多岁，体格壮的是没得说，他腰里别了把刀，就和狗剩出发了。从这里回到狗剩家，就是白天走也得小半天，晚上有的路段更不好走。2人走了2个小时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山林里更是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狗剩的酒也渐渐醒了，2人坐在一个大石上面休息。狗剩说道，老哥啊，真是对不住啊，
我喝多了连累你陪我走夜路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别客气，你也是因为我兄弟办喜事高兴才喝多的，我送送你是应该的。”狗剩问：“老哥怎么称呼啊？”那人说道：“叫我招福哥就行，都这么称呼我。”狗剩又说：“招福哥，这夜晚的林子还真有点吓人啊，要不是有你陪我，我可惨了。”招福说道：“这夜晚的林子里面的事多了，要不我能不放心你自己回家？”狗剩说道：“有啥事儿？我也打过不少东西，真要遇上了保命是没问题，只不过黑漆漆的有些瘆人罢了。”招福说道：“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没听你家老人说过夜晚的林子出过的事多了。”狗剩说道：“听过是听过，不过我认为都是些吓唬孩子的故事罢了。”招福说道：“也不全都是故事，有些事情是无风不起浪。要是没有神仙鬼怪，为什么从古至今还在流传呢？”狗剩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走吧，休息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我是不信这些，除非来个鬼到我面前让我看看。”招福说道：“小伙子，别瞎说，夜里乱说话很忌讳的。”两人就这样一边聊着，一边走，又走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，突然招福说道：“不对啊，咱们这不又回到刚才休息的大石了吗？”狗剩一看可不是，两人又回到了刚才休息的地方。招福说道：“叫你瞎说，快给赔不是！”说完，招福就对着漆黑的树林左拜右拜，口中还小声地说着什么。狗剩见现实摆在眼前，他们确实遇见鬼打墙了，于是狗剩也学着招福的模样一番祭拜。两人拜过后，招福说道：“这次我在前面带路，你跟着，仔细看好，别再走错路。”狗剩这时已经有些害怕了，漆黑的四周加上偶尔传来不知什么动物发出的怪叫，让他内心直发寒。这次两人放慢了速度，仔细看清每一个转弯。走了不一会，两人都傻了眼，本来应有的路没有了。狗剩点燃一根火把一照，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招福也妈呀一声大叫，因为借着火光，两人看见四周全是坟墓。狗剩吓得全身发抖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招福哥，咱们这路走的没错啊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坟呢？”招福也是吓得够呛，他定了定神说道：“别怕，也许天黑咱俩真的走错了也不一定，咱们回头再走走。”这回两个大男人挤在一起往回走着，可是天不佑人，没一会两人面前又没有路了。这次可真的把两个大老爷们吓坏了。招福哆嗦地说道：“再点根火把照照，怎么又没路了？”狗剩哆嗦地把火把递给招福说道：“哥，你点火把，我怕了。”招福硬着头皮点火一看，吓得两人转身就跑。狗剩吓得都尿了裤子，什么东西能把两个大老爷们吓成这样？因为他们点火时一看，只见还是上次的四周全是坟墓，不过这次多了个人，一个身穿蓝色寿衣的女人。等狗剩和招福直到跑得喘不过气，才停了下来。狗剩见四周并无异样，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招福哥怎么办啊？看来咱们真的是撞鬼了。”招福喘息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鬼怪邪物都怕光，咱俩把衣服脱了做2只火把。”于是两人借着火光仔细地看路走，果然怪事再也没有出现。有这火光，狗剩感到没有那么害怕了。两人加快速度，也不休息，火把烧没了，就再脱衣物做。到达狗剩家已经是后半夜了，两人是狼狈不堪。狗剩衣物烧的就剩内裤了，招福也好不哪去。两人喝了几大口水，休息了一阵，狗剩就弄吃的招待招福，感谢他陪自己回来，说要不是招福送他，也许这次自己就没有命了。一阵忙活，一桌山珍香气四溢，两人喝着东北人自酿的烧酒。狗剩是对招福千恩万谢，酒过3巡，两人本就疲惫的身体都有些醉了。狗剩突然肚子疼，跟招福招呼了一声，就去了院子里的茅房。
狗剩刚蹲下身，通过缝隙就隐隐约约见着远处飘来一个东西。待那东西来到近处时，吓得狗剩连气也不敢喘了，因为他看清来的正是那个穿着蓝色寿衣的女鬼。那个女鬼头歪歪的，还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缓缓地向屋里飘进去。狗剩想大叫提醒招福，可是他又害怕女鬼。就在这犹豫间，只听屋里传出招福那非人的惨叫声。一声过后，屋里再没一点声响。狗剩心想，看来招福是凶多吉少了。狗剩大气都不敢出，静静地藏在茅房里，希望女鬼别发现他。一会儿，只见那女鬼从屋里出来，在院子四周扫视一圈后，直奔狗剩藏身的地方飘来。狗剩心想，完了完了，这次死定了，哆嗦地蹲在原地，就像待宰的羔羊。女鬼嘴角四周都是鲜血，带着那诡异的笑容飘到茅房门前。就在女鬼要打开门的时候，一道刺眼的黄光出现，逼得女鬼连连后退。同时还有个声音说道：“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不得害他性命，快滚！”那女鬼也不答话，嗷一声直扑上来。同时又一道黄光出现，这次不但逼得女鬼后退，还听见女鬼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女鬼见斗不过，就渐渐地消失在黑夜里。狗剩向外看去，只见一排排的黄皮子在他身前，为首的那只正是他从陷阱里救出来的那只。狗剩知道没有危险了，起身出来时一下子险些跌倒，因为他的双腿早已经都麻木了。狗剩对黄皮子们鞠了一躬，道了谢，就赶忙向屋里跑去。狗剩进屋一看，招福已经死了，而且死得惨不忍睹。他的双眼瞪得像是要掉出来一样，双手深深地插进炕板里，肚子被豁开一条大口子，肠子都流了出来。狗剩上前合上招福的双眼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从此以后，狗剩再也不走夜路了，而且每逢初一十五还拿些贡品祭拜黄大仙。正想，我催问大爷爷道：“狗剩他后来怎么样？”大爷爷说：“狗剩后来啊，再也没有遇到邪物，而且他每次跟大伙一起打猎找人参时，他总比别人的多，比别人的好。”我催促着大爷爷再讲一个故事给我听。大爷爷点了支烟，抽了几口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就再给你说一个吧。”大爷爷开始讲述，那是特殊时期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押送到我们村一批人，村长就把村里最大的房子腾给了他们。红卫兵们对那些人是拳打脚踢，夜晚时附近的村民总能听见传出的惨叫声。没过多久，那里就死了很多人，后来就是活下来的，也不是疯了，就是废了。特殊时期结束后，那个房子因为死过很多人，大伙儿都挺忌讳的，所以一直空闲着。直到有一年南方闹灾，村里来了一家要饭的南方人，大伙儿见他们一家太可怜了，就一家拿点粮食救济他们。村长又把那个一直闲置的房子让他们住。那家南方人的男主人姓蔡，老蔡问大伙儿：“为什么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没人住呢？”大伙儿把事情跟他们一说，老蔡就乐了。老蔡说道：“我就不信那个邪，有什么怕的？”于是他们一家就在那里住了下来。老蔡中年才有了一个女儿，那时候他的女儿才7、8岁。没过多久，他家的女儿蔡芳芳就说家里有鬼，总是半夜把老蔡两口子吵醒。老蔡几次被折腾后就急了，满房子满院子的骂。后来又是放鞭炮，又是供菩萨，结果蔡芳芳还是一到半夜就哭闹，而且他还日渐消瘦。老蔡没有办法，只有求乡亲让他老婆带着蔡芳芳去住几天。老蔡自己就住在那座大房子里，大伙儿都劝说他搬出来，把他不听。头几天时，他也没发现什么事。有一天，他突然一想，是不是芳芳睡的房间有事呢？于是当晚他就在芳芳的房里睡下了。
老蔡睡到半夜时，突然被一阵咚咚声惊醒。他睁眼一看，就在他身旁的墙边站着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背对着他，用自己的头撞着墙壁，撞出咚咚的响声。老蔡刚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，就连手指都动不了。老蔡顿时吓得一身冷汗，装着睡觉，怕那个男人发现自己已经醒来。同时，老蔡又挣扎着希望手脚听他的使唤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突然停止了撞墙，慢慢地向老蔡转过来。老蔡在这寂静的夜里，只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，这种害怕的感觉几乎让他窒息。那男人慢慢地转身，对于老蔡来说就是最大的折吧。一瞬间，老蔡幻想那个男人身上究竟长着怎样一张恐怖的脸。直到那个男人转过身，老蔡的恐惧也到达顶点。那根本不是人脸，一双空洞的眼睛，没有眼瞳，整个白眼球中间就一个小黑点，脸上的皮肤一条条黑线，像是部落的血管，丝毫没有血色的嘴角滴着莫名的液体。老蔡险些被吓死，可是恐惧并没有完，那个男人还在慢慢地向他逼近。老蔡拼命地挣扎，希望自己可以赶紧逃离这里。突然，老蔡发现自己的嘴能动了，他用力一咬自己的嘴唇，这一刺激果然可以动了。老蔡也顾不得鲜血直流的嘴唇，拼命地向外跑去。老蔡家附近就是这个小村的火车站，他跑进去，值班的工人见他嘴角的伤口很深，也没多问，先简单地给他处理了一下伤口。老蔡定了定神，对工人们说出刚刚的经过。两个工人听的也是头皮发麻，就说：“都劝你不要住那里了，你不听，明天白天快搬走吧。”老蔡因为伤口疼痛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你们以为我不想搬啊？我们一家要饭到这里，总算遇到好人多，给我们家一条活路，我身无分文能搬到那里呢？”说完，老蔡痛哭流涕。正生第二天，老蔡跟老婆一合计，又跟乡亲借了些钱，托人从别的地方请来一位道士。那道士走进房子，四处看了一遍，又掐指算了算后，眉头紧锁。道士说道：“这个地方本就是阴地，再加上这里徒添了很多冤魂，这很不好办呐。”老蔡和媳妇一听，赶忙跪下祈求道士帮忙。老蔡的媳妇更是泪流满面。道士见状说道：“你们起来吧，我尽力而为。”老蔡见道士答应，对道士是千恩万谢，又许诺以后一定好好报答。道士听老蔡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，在芳芳睡的房里设了个祭坛，又是上香又是画符。一番忙活，道士交代要了一只红公鸡后，就让老蔡夫妇去别处依一晚，说自己晚上要与这冤魂斗上一斗。老蔡和媳妇在邻居家里是忐忑不安，祈祷道士能除去鬼魂。白日已过，黑暗降临，道士坐在坛前，双目紧闭，口里还念着什么，直到半夜一直无事。到半夜1点钟时，突然房间的温度急剧下降。虽然房门紧闭，但是莫名的寒风吹得案前的纸符哗哗作响。这时，道士睁开双眼，只见案前的墙壁边果然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。这个男人还是在咚咚的撞墙，就像没有发现道士一样。道士拿起案上的桃木剑，沾上些鸡血，就指着那个男人说道：“大胆，在我面前还敢作祟！”正是说，道音刚落，那个男人真的不再撞墙，而是缓缓转身看着道士。道士看到男人那可怕的脸，让久经考验的他也是一惊。道士说道：“你已经死了，为何还打扰他人？”那个男鬼露出十分阴森的声音说道：“他们都该死，我死得那么冤枉，那么惨，他们却好好的生活，凭什么？”道士怒道：“你就是再冤枉，也已经都过去了，不该连累无辜。”男鬼说道：“呵呵，我就是要所有的人都死，怎么地？我不但让他们死，你今天也别想活。”
道士听罢，口念咒语，手抡桃木剑，直奔男鬼打去，就要刺中男鬼时，男鬼却消失了。同时，男鬼又出现在道士身后，笑着说道：“很久没有耍人耍得这么有意思了，把你的本事都使出来吧。”道士大怒，口念一声咒语，咬破手指在桃木剑上一抹，只见桃木剑像是有了灵魂一样，自己向男鬼飞去。男鬼闪到哪里，剑就刺到哪里。道士见机手拿灵符，在男鬼突然出现时，一掌将灵符贴了上去。男鬼顿时显得十分痛苦，他大叫一声，灵符和桃木剑都被震飞，整个屋子都跟着颤抖起来。道士的法术让男鬼破了后，马上口吐一口鲜血，随着屋子摇摆不定。男鬼本就吓人的脸庞，这时显得更加狰狞。男鬼一下把道士抛向空中，又摔到地下。道士又连吐2口鲜血，突然撕开衣襟，露出一块八卦镜，一道红光顿时照向男鬼。男鬼身上刹那间冒出青烟，而且惨叫着退后。道士借机开门便逃，他跌跌撞撞地跑到老蔡面前就晕倒了。老蔡见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，还是邻居请来了医生，给道士看了身体，打了针。老蔡焦急地守在道士身旁，希望他快点醒来，告诉自己那个鬼已经不在了。道士直到第2天上午才醒来，他的身体受了重伤，就连上茅房都得人搀扶。老蔡一夜没睡，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向道士，问道：“道长，事情办得怎样了？您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？”道士连声音都低沉了很多，叹气说道：“哎，我是灭不了他呀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凶，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”老蔡一听，心想完了，家人彻底没地方住了。老蔡见道士因为自己家的事伤成这样，觉得很是过意不去，说就是没除掉那鬼，也真心感谢道长。道士说道：“你现在就是不回去住了，也会有危险。他昨晚也伤了元气，近2日还不会有事，可是等他回复了就不好说了。”老蔡闻言吓得哀求道士给想想办法。道士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你把村长叫来，让他召集村里的男人，把那房子的院里院外挖个遍，一定要把那里的死人骨头都找出来，然后再堆到一起，连那个房子一起烧掉。”老蔡问道：“那么好的房子，蛇烧就烧了，村长能答应吗？”道士说道：“你把村长请来，我和他认识，我的话他还是相信的。这个孽障不除，以后这个村必出大祸。”指南在村长的号召下，全村的男人忙活了1天，可以说是挖地3尺了，真的挖出了一些人骨。大火浇上油，堆上柴，一把大火冲天而起，整一把大火燃烧的只剩灰烬。老蔡在心痛之余，想自己一家以后该怎么生活，还好有好心的邻居答应收留他们。老蔡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谁知当晚村长和3个张罗烧房子的人都惨死家中。老蔡吓得立马就要收拾东西，带着老婆孩子离开，可听道士说该来的躲到哪里都没有用。老蔡彻底绝望了，全村的人都炸了锅似的把道士围住，让他给个交代。这时道士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一样，大声告诉村民，今天一定把害人的鬼魂除掉。众人在道士再三保证后，才渐渐散去。老蔡问道士：“真的有办法吗？”道士从携带的法器里拿出2根像是木钉一样的东西，突然就向自己的双眼刺去，顿时2道血流顺着眼眶滴下，道士直接疼晕了过去。老蔡和大伙把道士弄醒后问他：“这是为何啊？”道士说道：“没除掉这个祸害，还是我们没有找到他的骨头。我用秘法换了更强的感知，你们快带我去那房子附近。”
道士来到房子跟前，在满是灰烬的地方四处走着，直到把整个地方走遍，也没有发现什么。道士思索片刻后问道：“以前这里死去的人，尸体都是怎么处理的？”几个村民说道：“以前死的都是被批斗的人，有家人管的就带回去埋了，没有人管的就扔到村外的乱葬岗了。”道士说：“快带我去，一定要在黑天前把它烧了，不然今晚还会出事。”道士到了乱葬岗后，没一会儿就指着一处说道：“就这里，快挖出来，最好用桃木把它烧了。”大伙人多，没多大功夫，就把那堆骨头烧得噼啪作响。道士同时也长出了口气，从此后再也没有出现鬼害人的事情。老蔡一家也在那烧毁的空地重建了房子，从此定居下来。番前子酒这两，我听的是意犹未尽，正想接着要大爷爷讲故事时，爷爷和去抓蛇的叔叔大爷们回来了。我又一次生吞蛇胆时，不小心把蛇胆咬破了，那个滋味是说不出的苦啊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吃蛇胆了。晚饭间，亲人们一起吃饭，很是热闹。我听叔伯们讲一些在山里遇到的奇闻怪事。二大爷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：一次他们打猎收获丰富，回来庆祝时，二大爷多喝了几杯。他是平时自己在家也得喝几杯的人，这回是又有好菜又有兄弟的，他就喝到最后才回家。因为村子本就不大，他们喝酒的地方离二大爷的家只隔几个小胡同。二大爷从人家出来后就往家走，刚拐了一个弯，就见前面有个人影。二大爷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就接着走。走到第二个路口时，他就追上那个人影了。就这样，那个人影在前面走，二大爷跟着在身后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二大爷双脚腾空，一头跌进水里。二大爷被水一刺激，酒醒了大半。他往周围一看，自己原来掉进了村里的大井里。还好二大爷的水性好，那口井足有3米深，要是换个人掉下去就凶多吉少了。二大爷大声的求救，终于换来了附近的村民。等事后，二大爷回忆，他前面的那个人明明跟他只差一步，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掉下去呢？而且自己喝再多酒也从来没有回家时走错路，那天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跟着那个人走到大井了呢？郑二大爷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怎么吓人，但是挺特别的。三叔听得兴起，也讲了一个故事。那还是三叔和三婶处对象的时候，那个年代的人都还很保守，俩人处了1年了，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。这天，三叔偷偷地约三婶晚上在村口的木桥下见面。吃过晚饭，三叔就坐在桥下，期盼三婶能早点出现。三叔点燃第2根烟时，三婶来了。三叔二话不说，先是上去紧紧地抱住三婶。三叔说道：“你都让我想死了，再不来我就要疯了。”三婶说道：“我可不想来了。你说你约哪里见面不好约这鬼地方，你不知道这里淹死过不少人啊。村里人谁都说这里不干净。”三叔说道：“这样才好呢，这样才不会有人打扰我们。”说着，三叔就和三婶打情骂俏地亲热起来。俩人正亲时，三婶说道：“讨厌，不许摸那。”三叔不知所措地说道：“我摸哪了？”三婶脸一红，说道：“你真坏死了。”三叔也没多想，俩人继续畅想未来的生活。不一会，三婶微怒地说道：“王少红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再这样我不理你了。”三叔被三婶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弄得一头雾水。三叔冤枉地说道：“我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？”三婶见三叔这次不像是在开玩笑，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三婶颤颤地说道：“刚才有一只手直往我的怀里摸，真的不是你吗？
你可别吓我啊！”三叔一听，脸色也白了，直接领着三婶一路跑回家。幸好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从那以后，三叔晚上再也不去那里了。虽然我没有听够他们讲的故事，可是第二天还得坐火车回家，爷爷就和我先睡了。在回家的火车上，无聊的人们有的玩牌来打发时间，有的喝酒消磨时间，和我们邻座的三女一男却聊着我最喜欢听的鬼故事。我坐在一边，竖着耳朵听着。成也这身穿碎花连衣裙的阿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开始，阿姨问身边的两女一男道：“你们相信这个世界有鬼吗？”三人的回答有信的，有半信半疑的，还有根本不相信的。那个阿姨对着说不相信有鬼的那个男人说道：“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因为那件事使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鬼存在的。”阿姨说道：“我叫万龙，有个姐姐叫万玲。那是我还在上高中，漂亮的姐姐没有选择有钱有势的追求者，却嫁给了一无所有的姐夫。因为这事，爸妈都很生气，姐姐却说她爱他这个人，只要他们努力，一切早晚会有的。姐姐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姐夫很能干，他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就想办法干活赚钱。在婚后的第2年，两人辛辛苦苦攒了1年的钱，开了一间小串店，买些烧烤和酒水。开始的时候生意挺好的，两人也是能吃苦耐劳，每天几乎都是营业到天亮才关门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没多久镇上的一伙地痞流氓就盯上了那里。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占些小便宜，渐渐的越来越过分，不是对我姐姐动手动脚的，就是对姐夫骂骂咧咧的。后来只要他们这伙人来吃饭，就没有其他客人敢来，因为他们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地痞流氓，别人躲还来不及呢。有几次姐夫实在受不了他们对姐姐动手动脚的，就和他们吵了起来。结果这伙流氓不由分说，上来就给姐夫一顿打。姐姐报了警，姐夫也住了院。过了几天，公安局说人抓到了，赔了姐夫的医药费。姐姐和姐夫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他们应该不会再来闹事了。可是过了半个月，这几个流氓从看守所里放了出来，当天就来到姐姐的串店。姐姐怕他们惹事，就和姐夫上前道歉，又说想吃什么尽管吩咐的客气话。这伙人渣叫了一桌的菜，就开始喝酒，一喝就直到半夜。姐夫是敢怒不敢言，正经过日子的人怎么和这些流氓斗啊？这几个流氓喝到大半夜了还不走，突然要吃烤羊蹄子。姐夫说今天真的没有了，换点别的吃吧。这伙流氓里面有2人是亲兄弟，大哥叫大刚，二弟叫二强。这时二强拎起酒瓶在姐夫面前比划着说道：“我哥就要吃烤羊蹄子，你就是现杀羊也得给我弄来，不然别说我不客气。”姐姐怕姐夫再受伤，就答应他们给想办法去弄。姐夫就大半夜的去弄羊蹄子，谁知道这帮禽兽要吃羊蹄子只是个幌子，打我姐姐的主意才是真的。姐夫跑遍了半个镇，砸开了不记得多少个店，总算是弄到4只羊蹄子。姐夫带着羊蹄子回来一看，顿时就呆在当场。只见一伙禽兽正围着姐姐，其中一个禽兽正趴在姐姐身上涌动。姐夫愤怒地拿起砍羊蹄子的刀，就向他们砍去。姐夫只砍倒一个，就被大刚用匕首刺倒了。姐姐见状，像是疯了一样，狠狠地向二强咬去，咬得二强惨叫连连。二强痛得甩不开姐姐，就随手拿出匕首，把姐姐也刺倒在地。隔壁的邻居听见声音报了警，等到警察来时，姐姐和姐夫早已断气多时了。警察见是2条人命，立即发动警力，全城搜捕凶手。这时这伙4人流氓正匆匆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逃跑，4人决定分开逃跑。
大刚和二强一起，另外2人一起。大刚兄弟拿起收拾了东西就往外跑，可是没跑一段就有设防的警察，2人一边躲着警察一边跑，不知不觉就跑到医院的后墙。大刚说道：“这墙后面就是医院的停尸房，咱们先进去躲躲，等白天人多了好出城。”二强点头，就推着大刚翻墙，想等大刚上去后再拉自己。谁成想大刚上去后还没站稳呢，就听哗啦一声，大刚就掉了下去。二强在墙这边焦急地喊着大刚，可是大刚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二强以为大刚可能一时摔晕了，就往大刚的跌落处扔沙子，希望可以打醒他。二强在扔第3把沙子时，突然墙那边传出大刚凄厉无比的惨叫声。只听大刚喊道：“鬼，有鬼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”二强听大哥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就知道一定出事了。他担心大哥，可是这墙太高，自己试了几次，根本上不去。二强后来从附近搬来一些垫脚的东西，总算爬上了墙。二强顺着大刚跌落的窟窿往下一看，吓得是屎尿齐流。只见身上早已被鲜血染红的姐姐和姐夫，一个坐在大刚身上，一个掐着大刚的脖子。坐在大刚身上的姐姐露着那毫无血色的脸，正在看着二强。二强吓得也不管墙多高了，直接就往后滚去。当天亮的时候，警察发现了已经摔残的二强。警察询问他时，他都疯疯癫癫的了。直到过了很多年，二强在监狱里才把当晚的事情仔细交代了一遍。警察见大刚死的也很是蹊跷，所以不得不信。我也是后来听办案的警察告诉我的。还有听说那2个分开逃跑的人都回来自首了。他们说，一到夜里，他们就害怕整晚的睡不着。2人来自首时，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。至于他们害怕什么，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。那个开始说不信鬼的男人问道：“大刚和二强跑到停尸间时，停尸间里正好停放着你姐姐和姐夫的尸体，是吗？”阿姨说道：“是的。”身边一个一身休闲装的女生说道：“你的姐姐和姐夫在天堂也会是幸福的一对的。”阿姨说道：“我后来真就梦到过姐姐来找我，告诉我她和姐夫现在很好，让我替她好好孝顺父母。”另一个应该是阿姨朋友的妇女说道：“有时候这东西你不信真不行，要不中华5000年历史中的这类故事总是层出不穷呢。”那个一身休闲的女生说道：“我同学也说她见鬼了，搞得她整整休学1年。”那个男人问道：“怎么见鬼了？说说。”一身休闲的女生说道：“这个见鬼的男同学叫杨刚，长得和他的名字一样，高大强壮，真有股阳刚的味道。杨刚的家住在一个医院边上，他虽然长得高大，可是胆子却小得可怜。一天半夜，杨刚突然肚子疼，要上厕所。他家一带的居民都去医院盖的公厕，那个公厕有些年头了，所以显得有些阴森恐怖，而且还在医院里。杨刚想，反正大半夜的也没有人，自己去外头找个角落方便算了。他可不敢夜里去那个吓人的厕所。于是杨刚出门，走到医院墙外的一个死胡同里，蹲下就开始方便。就在杨刚快要完事时，他发现自己跟前不知何时出现一个深雪白女人。这个女人就连眉毛都是白色的，脸更是一点血色也没有。杨刚在看地上的雪，只有自己来时的一排脚印。杨刚吓得都要哭了，他都忘记擦屁股了，提着裤子就往家跑。杨刚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那个女人竟然跟着他飘来。这下杨刚更加拼了命地跑了。突然，杨刚的脚下一滑，一头跌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撞得杨刚脸都破了相，牙齿也不知掉了几颗。
杨刚趴在地上想起却起不来，只感觉自己的嘴是鲜血直流。他斜眼向后看去，看到那个女人就在他身后，静静地飘着看着自己。杨刚急中生智，心中默念：阿弥陀佛祖保佑。也不知是佛祖真的显灵，还是怎的，那个女人不一会就渐渐向医院飘去，她直接就透过医院的墙壁消失在夜里。杨刚半天才缓过，回家叫醒父母，直接就住院了。可是他打死也不去附近的那个医院，由于杨刚伤得很重，耽误了上课，再加上他总是和人反复地说他见鬼了，他的父母决定让他休学再接治疗。事情就是这样，那个男人说道：真是个胆小鬼，要是我遇到了鬼，非要跟他交个朋友不成。那个阿姨说道：话可不能乱说啊，真要见鬼了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个男人一笑了之，我和爷爷也要准备下车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